小花猫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位国王，他有3个儿子，3个儿子都到了娶亲的年龄。国王命令他们结婚。他将3根棍子扔向天空，每个儿子1根。国王说道：“每个人的棍子指向什么方向，就要往哪个方向出发去找老婆。”大儿子的棍子指向男爵之女方向，二儿子的棍子指向了伯爵之女方向，小儿子的棍子则指向了丛林的位置。3个儿子就这样出发了，但是小儿子极其丧气，他满脑子都在疑惑，自己怎么才能在丛林中找到一个老婆。在丛林中走着走着，他遇到了一只小花猫。小花猫不停地追着他叫。王子对小花猫说：“我的父王陛下建议我来这个方向找老婆，可是我在这根本找不到女孩子。”“不用着急，我愿意嫁给你。”王子被纠缠住了，最后他只好答应迎娶小猫咪，才得以脱身离开。他的哥哥们已经回家了，国王按着顺序询问他们都找到了什么样的老婆。大儿子说他找到的是男爵的女儿，二儿子说他找到的是伯爵的女儿，小儿子说到时候他们就知道了。就这样，国王命令所有新郎官从新娘子那里拿一束鲜花回来。2个哥哥兴高采烈地出发了，只有小儿子垂头丧气。当他来到丛林边的时候，猫咪已经在等他了。“我的爱人，我真不希望看到你凄惨的面容，告诉我什么事让你这般发愁啊？”“我怎么能不愁呢？我的父王要求所有的新郎官都要从新娘那里拿一束花回去，我从你这里能拿什么回去呢？”“别发愁了，你就安心睡觉吧。”猫咪在一棵带有树洞的大树前挖洞。过了一会儿，洞里爬出来好多小花猫，一只猫拿来银色的花朵，另外一只拿来金花，第3只带来了钻石花。新娘子用猫爪子将花整理成完整的一束。这次小王子又是最后一个回到家的。国王夸奖大家拿回来的花都非常漂亮，不过小儿子的花束是最漂亮的。大家又追问他谁是他的老婆，可是小王子只让他们等着，以后他们自然会知道的。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，1周后，国王再次要求儿子们去新娘子那里带回一块手帕。就这样，王子们又启程了。小儿子再次垂头丧气。当他来到丛林边的时候，猫咪又在等他了。“我的爱人，我真不希望看到你凄惨的面容，告诉我什么事让你这般发愁？”“我怎么能不愁呢？这次我要从新娘子这里带手帕回去，大家都知道猫是不会纺织的。”“别发愁了，你就安心睡觉吧。”花猫再次挖大树，小花猫们又来了，一只带来了银线，另一只带来了金线，第3只带来了钻石线。新娘子拿这些线织了一块手帕。王子们回家后，国王看了看手帕，他对大王子和二王子说，他们的手帕是漂亮，但是对小王子说，他的手帕才是最漂亮的。又过了几天，国王让王子们去将新娘子接回来。2位哥哥高兴地前去接自己的新娘子，只有小儿子在着急。
他这一次更加着急了，他怎么能把小花猫带回家呢？当他来到丛林边的时候，小花猫已经在等他了。我的爱人，我真不希望看到你凄惨的面容，告诉我，什么事让你这般发愁？这次我愁极了，这次父王让我将新娘子带回去，我怎么能将作为花猫的你带回去呢？别发愁了，你就安心睡觉吧。王子决定这次不睡觉，但最后他还是睡着了。他睡醒的时候吓了一大跳，因为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公主。公主说，她就是王子要娶回去的花猫。她被魔法诅咒，变成了一只花猫，只有在某人要娶花猫为妻时，她才可能复原。我曾经是花猫，因为你要娶我为妻，所以我就变回了公主。在王宫外面等待他们的是车夫和马车，王子和公主坐上了由12匹大马拉着的马车，就这样回家了。回去后，王宫里正在红火热闹地举办着婚礼。守卫发现他们的时候，立刻禀报国王，说有邻国的国王来做客。当马车到达之后，国王才看清楚这是小王子和他的新娘。大家都非常惊讶，因为王子从来没有说过他的新娘会是谁，但这位新娘子是最美丽的。就这样举办了婚礼，婚宴从这个国一直摆到下一个国。这个故事讲